就是雪狼部落的少族长吗？巫医还没来吗？还没，不过应该快了。你能暂时帮他止住血吗？我试试吧。他脸上的伤还是其次，腰后和腿上的伤才是麻烦。帮忙扶着他侧卧。不行，腰椎下部被砸断了，让他平躺着吧。腿骨也被砸断了，膝盖关节更是血肉模糊，应该是被很重的钝物反复捶打所致。平骨已经碎了，小腿骨也多处断裂。不知道老巫医的治疗术能不能治疗损伤的腰椎神经，不然这人大概率会患上马尾综合征，以后就连大小便都没办法自理。那我是给他治腰还是治腿啊？治脸，其他的伤交给巫医治疗就行。你先给他的脸止血，听我的。如果救不活，就让他顶着张体面的脸下葬吧。我尽力了，但他脸上的伤口有些奇怪。别吸入太多花粉，不然你一会儿走路都站不稳。这些绿色的花粉是有什么特别的吗？可以止疼，这种花叫玉麒麟，花开的时候，花粉会从花苞中喷涌而出，吸入花粉的人和动物就会变得晕晕乎乎，短时间内会减少对疼痛的感知。那昨天怎么没给我用上？你觉得你配吗？他伤得太重了，我的疫情耗尽，只能为他治疗到这个地步，剩下就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谢谢你，巫医，我安排人送您回去。这回是阿爹的错。这算什么错？我不也是没打招呼就把半死不活的崇祯带回来了。事已至此，反省的话就不必说了。眼下的问题不再说是不是该把人带回来，而是该怎么解决家里现在吃饭问题，以及伤员治疗的问题。这个暂时不用太担心，明天我会再去雪狼部落一趟，让他们交出更多的猎物作为补偿。既然他们为了报复敢把我们要的人伤成这样，我们也不用再跟他们讲客气。雪狼狡猾，估计早有应对之法。之前你们和4个部落商议投降交出猎物的协议是有漏洞的。乌阳和我们药炉2个部落因为战力的问题，所以没办法在短期内一次性交齐所有猎物，所以我们2个部落是分批次交付。但雪狼部落兽人战士不少，你们定下的猎物数量，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一次性拿出来的。这样一来，这些猎物你们短时间内吃不了，就会放坏。那该怎么办？这事儿我和七主谈论过，七主的打算呢？我明天去寒山部落找白青羽谈谈。不是，这好好的说着猎物过于该怎么处理呢？怎么突然就扯到寒山部落的少族长身上了？好不容易把大闺女从这个火坑里拉出来，这是又要跳回去了。阿父，咱们部落有几个精细异能战士？不算未满16岁的兽人，目前有4个精细异能的兽人，3个在狩猎队中，1个是40多岁的雌性兽人。如果加上苏维化，现在算有5个成年的精细异能兽人。而要说异能等级最高的，还得是他了。苏维化现在算不上，我用异能探测过他的身体，他的异能全部耗光了，而且一直都没有恢复的迹象。他脸上的伤口也很奇怪，我将所有的异能都覆盖在他脸上的伤口上，本来是有愈合迹象的，但很快又再度崩开，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会不会是你异能太弱了？我虽然异能只有4级，治疗术会的也不多，但也是有治疗经验的。我将全部异能用上，伤口会恢复到什么程度，心里是能估算个大概的。他的伤太诡异了，绝对不是我太弱的问题。雪狼部落那些竟然把宿主你的3号兽父那张惊为天人的俊脸给划烂了，不可饶恕，绝对不可饶恕！你知道苏维化脸上的伤是被涂了什么药或者什么毒吗？应该是在匕首上涂了毒。如果宿主想知道具体是什么毒素，需要花费能量点检测。多少能量点？3个能量点。你怎么不去抢？你现在有14个能量点哦，为啥还吝啬这3个能量点？就算没有你的检测功能，我只要把这种毒素的特征说给巫医听，他10有89就能给出答案。你信不信？他可能还知道用什么药草能解毒。那就1个能量点，就1个能量点，附带制作解毒剂的配方，就这个价格不能再低了。彤彤，我也是有尊严的，好吧？成交。你这个超级无敌坏的女人！多谢夸奖。
这2天已经坏了3个石锅了。虽然石锅不难做，但找石料、刨出石锅形状，外加打磨抛光，都需要时间。坏了不要紧，明天早上我再给你做几个，别难过啊。谢谢阿父。不过我想找精细异能的兽人试试看，锻造一个铁锅。铁锅？什么是铁？种金属。我明天会出门，顺便找找，看能不能找到铁矿石。那你明天出门前，到时候跟我去一趟部落集合点，我帮你问问那几个精细战士，看看他们有没有收藏你需要的金属。如果有，他们应该知道哪里更容易找到铁矿石。行。阿父，先吃饭吧，等吃完饭再讨论这些。这伤口上到底弄了什么毒？苏维化就算没能带领他们赢下这次的战斗，他们怎么下得了如此狠手？我对雪狼部落不了解，不过他脸上的伤口无法愈合，应该是因为玄灵蛇蜥的毒液。玄灵蛇蜥要解毒有2种办法，一种是找到异能超过8级的巫医，用治疗术强行去毒；另一种就是猎一条玄灵蛇蜥，用其胆汁和血液入药，再配合其他几种药材，就能配出解毒剂。你该不会是想去猎杀玄灵蛇蜥吧？你知道玄灵蛇蜥有多危险吗？怎么，担心你的长期饭票折在一条蛇蜥手里？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你对玄灵蛇蜥是一点概念都没有吧？倒也不是。既然知道，那你还想着去猎蛇蜥，真想撬开他脑子看看。玄灵蛇蜥生活在荒原东北方的迷雾沼泽中，而迷雾沼泽是这片兽原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就算是飞行类的中兽人，拥有高空狩猎优势，每年在迷雾沼泽的死亡率也非常高。而这些死在迷雾沼泽的兽人，其中超过80%都是死在玄灵蛇蜥的嘴下。你是不是疯了？苏维化是很惨，我也很同情他，但他已经是个废人了，不值得你为他这样冒险。林承恩，你是石林的少族长，为他一个人涉险，你想过失败身死，你的亲人和部落里的兽人会怎样吗？我做事自然有我的考量。迷雾沼泽对于靠眼睛分辨危险的兽人而言，当然十分危险，但对我来说却并非如此。自负。崇祯说的是对的，迷雾沼泽很危险的，你从来没有去过，很容易吃亏。要不还是我去。阿父，你就别跟着闹了。狩猎队你不管，难道指望我去吗？如果你非要去，那我跟你一起，不然我实在不放心。你们家平时谁做主？我阿爸啊。不过我姐决定的事情，阿爸反对没用哦。阿姐不会听任何人的劝。姐夫，你现在也是我们家的了，你想做咱们家的主吗？你觉得我配做你姐的主吗？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一切皆有可能啊。你要是能成为我姐心尖上的人，她应该是愿意听你的。那我还真是多谢你这么看得起我了。成为林承恩心尖上的人，还是算了吧。阿母生前说过，感情要交付给值得的人。和林承恩这样独断专行，还养了好几个兽夫的雌性发展感情，我又不是脑子有病。而且我只想帮药鸾部落找个强大的靠山，能护住部落里那些孱弱幼崽的同时，自己也能好好活下去，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林正妖不能死。说到底，问题的核心果然是在半死不活的苏维化身上。要不今晚就把这家伙给杀了，这样林承阿应该就不用去迷雾沙子再涉险了。这个计划的可行性似乎还挺高。你不去休息，坐这儿发什么呆呢？没什么，麻烦你扶我去洞穴里。你辛苦一下，把左边角落那些东西收拾出来。你打算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当然是给苏维化堆个适合休息的地方呗。如果让他躺地上，说不准人半夜就发热没了。又渗血了，我的异能晚上耗空了，这会儿还没恢复，没办法帮你止血。没事，流点血而已，又死不了。扶我去那边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我去跟七主说一声，你这样肯定不行的。他又不会治疗术，能有什么办法？你自己收拾一个睡觉的地方，顺便把他的兽皮毯拿到林小溪的洞穴去，别的事情就不要管。他睡着了，
刚才他用异能给苏维化弄了张石床，但异能消耗过度，伤口又出血了。把这些干草铺在石床上，然后去把我刚刚缝好的兽皮毯也拿过来。今晚辛苦你半夜起来看一下床上那个，他如果醒过来发疯，你可以把他打晕。实在解决不了，就叫我在隔壁。他伤得这么重，今天应该醒不过来吧？难说。我昨天把崇祯带回来的时候，他也是看着快死的样子，但昨晚就能坐起来了，还有精神跟我瞎扯。我那不是瞎扯，明明是你睡不着找我聊天。苏维化虽然伤得很重，但体魄比仲真要更胜一筹，所以可能会比预期醒得早。不过他腰椎的伤势比较特殊，可能会出现无法控制排尿等情况，我不太方便帮他收拾，只能暂时辛苦你为他换洗。等我忙完手头的事情后，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能力范围内我肯定帮你完成。你对他怎么就这么大方？到我的时候就小气的不行。我发现你是真的有点话痨，明明体能都空了，你还有力气声讨我呢。同为你的受夫，我求的只不过是公平二字。行吧，我之所以对于少晨这么大方，还不是因为你们两个太废，你走路都要他扶，却什么都不给，我总要给他点补偿吧。你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生活都无法自理，吃喝拉都需要于少晨伺候，这种脏活累活换作是你能无私的奉献自己吗？我现在受伤，暂时没办法给你报酬，但我其实还是藏了点私产的，等我痊愈就拿给你。不用，我没帮你什么忙，用不着给我报酬。那不行，我有我的原则。行了，你们早点休息吧，你们三个好好相处，就算吵架了，我也没办法给你再腾出个房间，所以都收敛点脾气。好，这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了。我是个讲道理的兽人，但躺石床上的那个是什么德行，很难说啊。辛苦咱们的崇少族长闭上嘴，只要你不刺激他，他应该没精力和你吵架。哼，没想到你的洞穴和狗窝有的一拼。林小溪，你真够可以的。狗窝又怎么啦？我自己的窝，待着舒服就行了，反正过2天肯定又乱了，干嘛非要收拾得整整齐齐？你这样是要长虱子跳蚤的，一旦染上虫子，到时候想弄干净就没那么容易了，说不定直接要把头发全剃了才能控制住。你不要老吓我，我已经不是天真好骗的小幼崽了。谁有心情吓唬你？赶紧收拾好，隔壁那小熊猫那么大的包都收拾好了，那就几件兽皮裙，准备叠1年啊。宿主，你今晚应该住在你自己的山洞里的啊，这样你至少能拿到25个能量点。为什么是25个？和每个兽夫初次同房6小时，可以获得10能量点，之后每次同房可以获得5能量点。你还真是不遗余力的想要把我和他们凑作一堆啊！知道的人会说你是爱情保安系统，不知道的人估计会以为你是什么不可描述的小黄人系统。呸！你个大魔头，少在那里污蔑本土，图图我纯洁着呢。同房就不必了，这种能量点有缘就拿，拿不到拉倒。能量点可以兑换解毒剂哦。你个2道贩子，你那里就没有便宜的东西？你敢说解毒剂要多少能量点能拿到吗？180能量点一支解毒剂。180点啊！截止到目前，我现如今只有18能量点。就算今晚和他们3个待在一个山洞内，能得到25点，后续每天15点，我也需要再和他们3个同处10个晚上，才能攒齐兑换1支解毒剂的能量点。再等10天，苏维化的尸体怕是都要凉了吧？他脸上的伤因为毒素才暂时不会愈合，也不一定致命啊！你可拉倒吧！苏维化脸上的伤口反复溃烂，在医疗条件这么差的环境下，到时候要是沾了什么病毒，导致人突然死亡，或者弄出个脑炎什么的，变成了白痴，那我忙前忙后这么久，可真就竹篮打水一场空。去迷雾沼泽，顺利的话2天就能来回，3天就能把毒给解掉。所以我干嘛要依靠一个没用的爱情系统？至于恋爱，呵呵，狗都不谈。接下来就等着啦。我知道你很难看，但你先别急着寻死。你身上的伤好好养，还是可以痊愈的，只不过前期会有些麻烦，但熬过去就行了。我没求你们救我。你是没求我们救你，但你在雪狼部落受了这么多折磨都没有寻死，难道不是因为雪狼部落有你在乎的人，且这个人成了他们拿捏你的软肋？
如果你死了，你在乎的人在雪狼部落的处境只会越发艰难吧。盯着我干嘛？你真挺敏锐的，我刚睁眼呢。赶紧把兽皮裙穿上，去给林清之帮忙。你腹部的伤口已经长好了，是于少晨昨夜给你用了治疗术吧？林承恩，不得不说你阿父是有点眼光在身上的。这要你说，你运气也是真好，白捡了个胆小听话的木系异能兽人。要是以后调教的好，说不定能成为很大的助力呢。你就是眼馋吧？眼馋你们药炉部落没办法轻易笼络到有异能的兽人。于少晨虽然胆小，但不是没有脾气。还有，你少在背地里欺负他，让我发现你就完了。七主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欺负他呢？虽然你这颗心偏到了胳肢窝，但我是个正直的兽人，不会欺负弱小的。哼，正直的狐狸，这两个词儿放一起可真新鲜。你今天要是精神比较好，异能恢复之后，可以先观察一下这附近哪里适合种土豆。确定好位置后，我会找部落的土系异能战士先把地翻出来。不等我伤好了再弄吗？等你伤好，早就错过最佳种植时间了。会煮蛋汤吗？水开始翻滚之后，把鸡蛋敲开，直接把蛋液倒入水中，用勺子慢慢搅拌开就行了。要打几个？3个就可以了。没问题，交给我吧。真会啊！你要是浪费了一锅汤，你今天就一口汤都没得喝了。我又不是蠢，照你昨天那样做不就行了？你知道寿元上哪里的湖水是咸的吗？或者有那种白色结晶的咸水湖？这附近肯定是没有的。我也才刚成年不久，跟着部落狩猎活动不到1年，其实没有去过太远的地方。但你要说湖泊，这个你得去问喜欢在水边捕猎的飞鸟类兽人。你今天不是正好要去寒山部落谈合作吗？顺便问问他们就行。月灵青鹤那种大型的飞宁兽人，狩猎区域主要是荒原上的湖泊与河流，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北荒兽原上的水域分布状况。说来说去，还是要去求寒山部落呗。你该不会是不敢去见白青羽吧？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是怕我连寒山部落的大门都进不去，毕竟原主战绩可查，怕是已经上了寒山部落的黑名单了。想进去哪有那么容易？就算我说是谈合作，对方也不一定信啊。那不如你带着于少晨一起去，这样兴许能容易点。谈合作这件事需要拿出点诚意，就这么空口说，很难让寒山部落的人信服，合作很可能也谈不成。不过到时候把这点存货全部带上，说不定有戏。刚刚我把兽皮全都清洗了，可洗了很多遍，总感觉还是没洗干净。一会儿我跟你说一种办法，你试试看，做出来的东西清洁能力更强。什么办法？就我们烧出来的这些草木灰，加水煮沸，然后静置一会儿，把上层干净一点的水液取出来。这一步也简单。昨晚我不是熬了很多白色的猪油吗？到时候弄一些在锅里化开，再加入取出来的水液搅拌，等到慢慢变浓稠，就倒入模块中冷却定型，干了就能用了。一次可能不会成功，可以多试几次。反正最近猎物比较多，油脂倒是不缺，还有动物一件加草木灰或者皂磷粉，基本都可以做。少组长，我和我阿姆都是精细异能兽人，所以家里囤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金属，要全部拿过来的话会比较麻烦，要不你直接去我家里的洞穴挑选吧。好，没问题。那上面就是我家树巢，少组长要上去看看吗？不，走吧走吧，我家幼崽特别喜欢少组长呢。不过他们还不会飞，所以大部分时间只能待在树巢里。你好啊，小崽崽。我就说吧，我们家崽崽超喜欢少组长的。他刚刚差点摔下去，养崽还是要注意一些。你说的对，金属都放在左手边那个最大的树巢内，少组长你自己去看吧。
挑到喜欢可以直接带走。阿姆，阿姆，少组长需要找一种金属，我带他去储物房看看啊。如果挑到你喜欢的，下次我去给你再挖一些带回来。随便挑，多挑点儿，放在那里平时也用不上，反正过段时间又会攒一堆，放不下就要往外面扔。少组长快去吧，趁着狩猎队还没出发，我还能跟你讲一下那些东西都是从哪里得来的。组长，少组长他这是想做什么？我们还要等多久？这点时间就等不及了。不是，怎么会呢？我们就是好奇，少组长怎么突然想起来要找金属？你不是说了他不是精细异能兽人吗？要金属有什么用？昨天中午分给你们尝的肉，好吃吗？好吃啊！今天中午也有吗？今天中午没有，这是我家恩恩给我准备的。你们若是想吃，让家里自己准备，就是拿火烤一烤而已，简单的很。啊，组长你可别忽悠我们了，我们昨晚可试过了，烤的太难吃了，根本就没有你分的那些好吃。是啊，我昨晚烤的黑乎乎的，被我家雌性锤了一顿，说我糟蹋猎物，还不如生吃呢。我看恩恩烤肉除了要注意火，剩下的就是需要盐调味。盐？是岩石吗？岩石那么大一块，怎么调味啊？对啊，总不能把岩石捏碎了撒肉上吧？岩石只能舔，不能直接吃肚子里啊。恩恩提取了一些淡黄色的盐，但他说这种盐不能多吃，等他找到盐湖之后，就能弄出更干净的盐来吃。到时候会教大家怎么烤肉。哎，少组长一个人找算怎么回事嘛？他一个人往外跑还危险嘞。我们平时在外狩猎，顺便帮忙找一找不就行了？人多力量大，也能快点找到。对，是啊是啊。组长，你帮我们问问少组长想找的咸湖是啥样的就行。我们出门狩猎，顺便多看看就行。你们问问恩恩吧。少组长，你这是在做什么？给你看铁锅长什么样，我光用嘴说你也听不明白。圆底的，这样放在火上不会倒吗？所以底部要做平一点，或者做个凹槽，让灶眼刚好卡住它。锅壁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厚了烧半天水不开，薄了容易烧穿。这回对了，锅壁厚度均匀，底面平整，边缘也收得利落，比我预想的还好一些。少组长，你家那些好吃的就是用这玩意儿做出来的吗？这锅不是你刚做的吗？我之前可以没有，不过有这个东西在，确实能做更多好吃的。晚上你狩猎回来，过来一趟，我分你一些，带回去给家里的人尝尝。谢谢少组长。对了，以后这种金属估计需要的不少，你还记得是在哪里找到的铁矿石吗？这种矿石很常见啊，就往东北方向去，就是迷雾沼泽那个方向，差不多飞个半天就能到。沿途好几座山上都有这样的矿石，西北方向也有这样的矿山，不过要更远一点。行，我知道了。恩姐，你是赶着去给白青雨送你新学会的烤肉吗？我今天能不能也跟着蹭点儿？在你眼里我就只能做白青雨的舔狗吗？能不能想我点好的？我错了，嘿嘿，那你去寒山部落找谁啊？寒山的族长。不过你最近这么闲的吗？你不是打算满16岁就加入狩猎队吗？老是跟着我跑，不用去训练捕猎技巧吗？我是这样想的，但昨天我跟族长说了，族长说现在狩猎队不缺人，尤其是各种动物当下处于繁育期，族长不想再扩大狩猎范围，所以让我等秋天。那你打算后面都跟着我跑啊？狩猎技巧其实我训练的差不多了，而且跟着你能学的东西更多。族长也说你最近可能要做些大事，让我给你帮忙。干大事？种土豆倒是挺大的事儿，但这小子完全帮不上忙。而且我还要尽快去迷雾沼泽猎玄灵蛇蜥，肯定不能带着他。不过家里不多的药草了，可以先教他识别药材。老巫医为救治苏维化元气大伤，家里的药草也用得差不多了。狩猎队万一碰上猎兽群，出现个3长2短，应急的药草都不一定够用。讲不讲武德啊你？扎人屁股，天打雷劈！呸！你无耻！大摇大摆的侵入我们部落，还不允许我们还手了？你又是来骚扰我们少组长的吧？我们少组长不在，你们赶紧走！我找你们组长，他人在哪儿呢？你们俩在这里老实等着，我去通报组长。不在。你找我阿父有什么事吗？跟你们寒山部落谈个互利共赢的合作，能进去说吗？请。
我阿父还在洞穴中，我带你上去。你让他下来吧，我就不上去了。二哥，你能不能收敛点？要是大哥看见，又要和你大打出手。哎呀，他今天带队出去狩猎，怎么可能看得到？再说打就打，难道我还怕他不成？见笑了，他们兄弟几个就这样。你说找我谈合作，那便直说吧。我们石林前段时间和其他4个部落开战的事情，想必你们也有所耳闻吧？4个部落战败后，按照投降时答应的条件，他们会上交给我们部落规定好的猎物。乌羊和药离暂且不提，他们是分批次交的，所以倒还好。但最近我们和雪狼部落交恶，他们应该会一次性交出猎物。这样一来，我们部落的猎物在短时间会过剩。所以这和你的部落有什么关系？要把过剩的猎物卖给我们吗？不是，我们想租借你们上方的那块土地，最好是有积雪覆盖的天然冰洞，这样可以延长猎物的保存时间。租借？你们放心把猎物放在我们的地盘上？如果不是有足够的自信，我是不会开这个口。还有这个，这玩意儿不就是地蛋吗？我和青雨小时候都挖过，吃又不能吃，玩也不好玩，倒是林子里的野豚很喜欢拱这些玩意儿填肚子。青雨，我们小时候挖的就是这东西吧？对。乌卓，去捡些柴火回来。早就猜到你们看不上这玩意儿，但这东西却是在猎物短缺的时候能填饱肚子的好东西。你们去年秋猎的猎物足够部落里所有的兽人安全越冬吗？可有饿死的兽人。去年秋猎我们已经竭尽所能，储存的猎物也只维持到了今年2月初。尤其是今年春季冰层化冻较晚，所以北荒大部分水域到3月旬后才开始解冻。部落底到前后后有12个老兽人，为了省下粮食给幼崽，悄悄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过。每年从冬季这段时间，不管是哪个部落，食物短缺的情况都差不多。就算我们部落10几个兽人离开，但部落还是有4个幼细吧因缺粮而死。所以，一切可以作为食物的东西，对我们而言都有着很大的价值。我记得我大哥小时候啃过这东西，肚子疼了好几天，还是找巫医才治好的。那是你没找对方法。有些食物本身是不能吃的，但只要稍加处理就能食用。接点水。需要多少？半锅。接下来呢？等。半个兽时后，就可以把土豆捞出来吃了。你担心啥？怕我们下毒吗？恩姐家都吃这种土豆泥好几天了，屁事儿没有呢。这淡黄色的粉末是什么？盐啊。只是添加了一点盐粉，味道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种盐粉你从哪里来的？从岩盐中提取出来的。岩盐提取倒不是什么值得保密的技术。其实从岩盐中提取的食盐，长期食用对身体还是不太好。所以我这次过来，除了想租进山上的冰洞，还想跟你们打听一下，知不知道这片草原上哪里有神湖？这些土豆，我想与寒山部落联手种植土豆，大面积的种植。这种植物大概每年3月下旬到4月中旬种植，10到11月份收获。在某种环境下，储存时间甚至可以长达1年。1年？这怎么可能？不管什么食物，
放1年早就坏了吧？我自然不会骗你们，毕竟我们石林部落也需要土豆这种可长期储存且量大顶饱的食物度过寒季，而且很多食物都可以长期储存，不过涉及到各种技术手法。如果你们同意也2个部落长期深度的合作，我们会共享这方面的技术。这个机会确实诱人。其实2个部落的合作，就算结果不如预期，你们其实损失的也不多。冰洞是现成的，你们空置无用，还不如租借我们使用，这样还能得到部分的猎物作为报酬。说句不好听的，2个部落发生了矛盾，该头疼的也是我们石林。因为猎物存放在你们的地盘上，你们若是私吞了猎物，我们顶多是打一架了事。至于结果，那就要看各自的实力如何了。而我找你们合作，更多的还是赌你们不会为这点猎物而放弃更长远的利益。合作暂且不说，事关食物这种大事，你就这么轻率地带着一只小鹰过来谈，而且只说了利于我们寒山部落的情况，怎么不分析一下不利的一面？或者你想借此让阿宇给你当第5个兽夫？当然有弊端。合作种植是大事，双方都要出力。土豆的种植自然也不是易事，你们也清楚寿元上天气多变，尤其是雨季和旱季，这2个季节严重影响着作物的收成。找你们合作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寒山部落的水系兽人比较多，碰上雨季和旱季，至少作物的排水和浇水我们能轻松很多。如果在种植过程中土豆苗被旱死或淹死，我们2个部落就要面临半年白干，最后什么也落不到的下场。你还有要问的吗？你不会是想通过合作让阿宇给你当第5个兽夫吧？我没有强迫他的想法，之前他拒绝了那么多次，我也没有做过过分的事情吧。而且我这次登门目的是为合作共赢，不是为了逼你们拿人换利益。也对，虽然你有点爱折腾，但确实没勉强我家阿宇做什么。你能不能别说了？我又不是死了。哟，生气了？我家貌若天仙的弟弟竟然也会因为这种事生气。好了，不逗你了。其实咱们寒山又不是只有阿宇长得漂亮，我也是不错的呀。你要是看得上我，我给你当兽夫也不是不行。你要是想当我兽夫也不是不行，能打过我再说。我打不过你，我可是火系异能6级，也只比阿宇的异能低了1级。你哪里来的自信能赢过我？想打一架也不是不行，敢不敢来？白皙，不要在这里胡闹！阿宇，你认真的？真想给林承恩当兽夫？怎么不能吗？你不是不喜欢林承恩吗？那我想做什么，应该和你没关系吧？二哥，林承恩不是一般的雌性，你一旦招惹了他，再想脱身就难了。能不能脱身是我的事儿，不需要你来干预。你就是太呆了，跟阿破一个德行。以前我只是觉得他有点呆，甚至还有点愚蠢，只是没想到一段时间不见，他脑子倒是变聪明了不少。难道你就不好奇，他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些东西？你果然也很好奇。林承安是带着互利互惠的想法来找我们部落合作的。二哥，我不希望因你一己之私，让2个部落的合作破裂。如果这种叫土豆的东西能让部落里所有的兽人不再忍饥挨饿、自绝荒原，就算他掌握的那些东西来历不明又如何？你还真是会隐藏自己。我就说林承恩眼瞎吧，放着我这么个貌美直爽的雄性不喜欢，偏偏喜欢你这种表面看着干干净净，实际上心思阴暗的不行的家伙。随你怎么说。你如果只是想试探他，我奉劝你不要去做。如果你真想给他做第5个兽夫，我也不拦着你。白青羽这个死小子，还真敢威胁我！等着吧，最多也就1个月，这小子的繁育期也要到了。没有伴侣，又毫无度过繁育期经验，哼，他就等被笑话吧。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吗？你刚刚说的盐湖，我想和你聊一下。你说吧，想问什么？你说的盐湖是指咸水湖吗？对。
盐湖主要分布在荒原西北方向，距离我们这里有些远。我去年跟着狩猎队远猎，去过西北方向的水域，碰到过几个盐湖，面积有大有小。盐湖，你想去？但不是现在，我得先去一趟迷雾沼泽。为什么要去那里？你们石林狩猎范围从来都不涉及那个地方吧？去猎玄灵蛇蜥。我阿父将苏维化接回来后，发现他不仅被打残了，还被同族的兽人下了蛇蜥的毒。如果不尽快去猎蛇蜥，取胆汁与血液做药，苏维化会死。雪狼部落竟如此狠毒，苏维化可是他们曾经的少族长，这样做他们不会良心不安吗？要是他们有良心这玩意儿，苏维化就不会是现在这个鬼样子。我实在不宜久留，他今天早上还闹着要自杀呢，我得回家了。等一下，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如果想去迷雾沼泽，我可以陪你一起去。你这么好心，你不是很讨厌我吗？为什么要帮我？我没有讨厌你。说谎，我还不了解你。我没骗你，我只是不喜欢你追求我。你我非亲非故，怎敢让你陪我出生入死？再则，迷雾沼泽是个极其危险的地方，我若是让你陪同，若是出了问题，你阿父可要把我抽筋扒皮了。我阿发不会，他是个讲道理的兽人。再讲道理的人，碰上至亲血脉的生死问题，都很难保持理智。你愿意陪我去，我很感谢。我是认真的，迷雾沼泽真的很危险，若无有经验的飞行兽人陪同，猎玄灵蛇蜥比登天还难。我考虑一下。我怎不知你蛇时去迷雾沼泽狩猎过？还我有经验，拉人家小手还骗人家小雌性，白青羽脸还要不要啊？恩姐，接下来我们去，你帮我把锅放食灶那边，轻一点，那东西弄坏了可就没办法做吃的了。这只狐狸做事倒是很细致。合作谈得怎么样？自然是马到功成。那恭喜。也要谢谢你，要不是你最开始提出了建议，也没有现在的合作一说。说实话，你的脑子很灵活，我对你确实有点兴趣了。哪方面的兴趣？我可是还受着伤呢，没办法伺候你。我还没有这么饥不择食。真是没意思，说两句就跑了，脸皮那么薄，之前又是怎么闹出轰轰烈烈追雄性兽人的传闻的？叹什么气？往边上坐坐，别压着药材了。苏维化真的太难搞了，他都伤成这样了，怎么还能这么折腾啊？从早上苏醒到现在，我先是给他收拾床铺，还帮他换药，给他喂饭喂水，一整个忙得跟陀螺一样。结果这人每次都趁我稍不注意，就用脑袋撞身下的石床。我就说别管他，让他直接死了算了。你又不是他爸妈，更不是他的孩子，没必要对他那么好。他既然不想活，你也别拦着。像他这样年纪轻轻就彻底丧失志气的雄性兽人，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可是七主要救他，你是不是嫉妒七主对苏维化好啊？我嫉妒？
他一个毁容残疾的废人，甚至连未来能不能生活自理都不知道。哼，有什么好嫉妒的？可我就是感觉你在嫉妒，我确定。你那是错觉。再说了，我又不是你，只想依附林承恩，过安稳日子。我对他没有任何关于生财的想法，我只想让药炉部落并入石林，以后协助他，让族人过上更好的生活。男欢女爱，太肤浅。你是药炉部落的少族长，现在都已经嫁到石林部落来了，还要为原来的族人考虑吗？会不会有点没良心，胳膊肘往外拐？那换作是你呢？其实我很坏的，我不喜欢乌阳部落，而且我也不是少族长，没有责任和义务扶持乌阳上下几百口兽人。七主要是知道这些，会不会不喜欢我啊？你在乌阳过得不好吗？其实说不上来好还是不好。我其实是个孤儿，还是个流浪孤儿。被养父捡到后，我跟着他流浪了好几年。后来他带我去了乌阳部落，来到乌阳的第1年，他就找到了伴侣，然后我跟着他住了半年左右。他们有崽崽了，养母不喜欢我，所以在他生产之前就以养不起我为由，把我从家里赶了出去。被赶出来后，我只能住在部落比较偏僻的树上，自己搭了个树巢。一开始我过得很艰难的，因为乌阳不像石林部落这样，狩猎队打猎后会把每天的猎物分给每家每户，保证每个人都一口吃的。我那个时候也就不到10岁，乌阳部落差不多半个月发放一次食物，剩下的时间就要靠自己了。直到后来10几岁，突然有了木系异能，我的日子才变得好过了很多。因为部落里的异能兽人很少，所以我养父母又来找我了。他们经常从我家拿走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浆果和植物，每次上门都说我是他们崽崽的哥哥。他们没有异能，没有我强大，而养父又养了我那么多年，希望我以此来报答他们。所以你就任由他们3番5次登门拿走你的口粮，一句狠话都不敢放。我知道我很怂，但这也没办法，我打架是真的不行。别看我木系异能4级，但是就算是没有异能的兽人，只要体型比我大一点，行动比我敏捷，我基本上每次都是挨打的那个。看来你挨揍经验还挺丰富的。我小时候挨揍比较多。我养父脾气很差，尤其是在没有找到伴侣之前，每年繁育期前后都会因为一些小事发脾气，然后就动手揍我。他其实很懒的，我跟他一起生活的时候，我有时候还要给他找食物。你就是笨，你就不知道跑。你是药炉部落的少族长，从来没当过流浪兽人，所以不会懂的。流浪兽人想要活下来很难的，尤其是像我这样年纪特别小，还没有任何自保能力的小型兽人。真惨。我觉得我还是蛮幸运的，弱小的流浪幼崽在荒原上很快就会死去，但我活下来了，还活到了觉醒异能。虽然养父养母对我不好，部落里的族人也只想把我卖了换安稳的日子，但谁也没系货所因，我又遇上了超级厉害的七主。七主虽然是冲着我的异能决定养我，但我很能理解他的决定，毕竟在没有深厚感情羁绊的情况下，利益才是动机。七主并不嫌弃我异能甲类，所以我以后的日子不会太差。那你运气确实怪好的，而且你没我想的那么笨，看事情好像还怪通透的。我才不笨，就只是胆子小。嘿，算了，我不跟你这个居心叵测的老狐狸聊了，我得赶紧去剑树屋，省得一会儿七主出门，我又得停工去照顾苏维化。这怂包小熊猫。这模样还想着寻死觅合呢。反正你现在想自杀都办不到，不如聊聊。在你来我们家之前，我对你其实了解不太多，但咱们应该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而且你早就是我阿父定下来的战物品。我留着你，并且打算医治你，主要是冲着你的能力，还有你的潜力去的。雪狼部落现在族长是你阿父，对吧？你被打残毁容，这种事情如果没有他的默许，绝对不可能发生。所以，我不觉得你对他还有如沐之情，而他对我们石林怀恨在心，所以咱们两个部落之间
早晚还是要有一战。到时候你说不定可以亲自报仇。做梦！就算是条被舍弃的狗，也不会帮你去祸害我的族人。明明被自己的族人害成这样，他为什么还要拼命维护雪狼部落？他阿母很早就死了。雪狼这个种族比较特殊，雪狼部落的兽人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所以雪狼兽人对伴侣的忠诚毋庸置疑。不过这个说法也不绝对，真实情况是，雪狼部落的兽人只有在伴侣彻底死亡后，才会寻找下一个伴侣。苏维化的父亲，也就是雪狼部落的族长，他有2任妻子，他和早死的前妻生了2个幼崽，第2胎的时候不幸轮产身亡，但生下了一个很孱弱的雌性幼崽，所以他那个难产出生的妹妹应该是活下来了，且现在落在了他们族长手上，成了要挟他受难的把柄。崇祯，不用在这里瞎显摆，你知道的消息多。滚出去！你让我滚？苏维化，你脑子不好使，我可以帮你醒醒脑。这里可是我家。我说的不对吗？我可是你的第1个受俘，这里是你的洞穴，这儿不是我家，难道还是外面什么猫猫狗狗的家吗？这只狐狸明明心里在意的不行。你笑什么？你说的确实没错，这里是我的洞穴，也确实是你的家。但你有没有想过，苏维化也是我的受俘，这里勉强也能算是他的家。才不是！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公主啊？我好声好气跟你说话，你不愿意听，非要逼我动手跟你讲道理，是不是？你无耻！世风日下呀，光天化日就打情骂俏。你信不信，一会儿我也跟你打情骂俏一顿？脸上的肌肉慢慢放松，你表情动作越大，就会加剧伤口恶化。不用你管我。你如果是冲着我的异能想救我，那你的目的肯定是要落空的。我已经没有异能了。异能是不会消失的。我没必要在这种事情上骗你。你随便找个有异能的人感知一下，就能发现我体内的异能已经彻底消失了。他说的不像是假话。如果他的异能真的消失，那就意味着兽界的异能体系可能和我原本认知的不一样。不用找别人，我就有异能。你竟然有异能？有异能又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干嘛大惊小怪的？你放松身体。这是什么力量？就算我的金系异能还在，也根本不可能阻挡这股力量。凌城安，这到底是什么异能？又是什么等级？怎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压迫感？末世异能者，异能核心一般位于脑部。没有。找到了，兽世异能者的异能核竟然和心脏无为一体，和末世完全不同。
你的异能可以恢复，并不是消失了。雪狼部落的人是不是给你喂了什么奇怪的东西？没有，我被关起来后就什么东西都没吃过。被关起来第3天，我突然发现我的异能在衰退，渐渐变得越来越弱，直到最后感知不到。异能的事情暂且放一边，我们谈谈你的家人。崇祯说你还有个妹妹，被你的族人扣在雪狼部落，作为要挟你的把柄。你想过没有，你死了，她就彻底无依无靠了。你的阿父和现在的阿母会保护她，会为她撑腰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会让你的妹妹承接下整个雪狼部落战败受辱的怒火，任由她自生自灭？雪狼兽人高傲自负，这一点我早有耳闻，所以我知道你不服气，也不愿意臣服，更不愿意做我的受夫。不如我们打个赌，我们就赌你妹妹现在的境况，怎么样？如果你妹妹在雪狼部落好好的，我就不管你，你想死就死吧。但如果她现在过得水深火热，你想让她脱离苦海，从今往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成交。但我有我的行事准则，不管未来如何，我都不会帮你对付雪狼部落。可以，你之前想不开，要死不活也就算了，我不想跟你计较这些。接下来这段时间，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别折腾于少晨。他和你无仇无怨，是听我的安排照顾你。除此之外，他还要搭建自己的树屋，你有需要喊他就可以，但客气点。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我最迟明天会出发前往迷雾沼泽猎玄灵蛇蜥，你现在毫无反抗之力，所以别和崇祯闹出矛盾。万一他趁你没还手之力挠你几爪子，我是绝对不会插手你们之间的矛盾的。你挨了就是挨了，我不会给你找场子。不需要。这些药材只够今天中午熬煮了，剩下的不太够用了。我可以不再用药，但洞里那个怕是不行。你想好是去找巫医换药材，还是自己去挖了吗？我打算让雾卓去挖。那只笨鸟，它不行吧？药草怕是都不认识，大概率会弄一堆草回来。所以你跟着他。我不用动手，动嘴指导一下就行。多谢你这么看得起我，我也不认识呢。你都煮了好几顿了，这些药材翻来覆去晒，我才不信你不记得。下午我跟你们出去，顺便把几种药材生长地点告诉你们。这2天天气不错，你们抽空多挖一些，挖回来以后记得将这些药材炮制，到时候给巫医送一部分。他现在年纪太大，异能恢复速度慢，暂时没办法外出采药。行吧，我如果不做，你也没有人手可安排了吧？说实话，我现在有些理解你阿布的想法了。那我谢谢你能理解他。那倒不用，我单纯是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急着给你找受夫了。之前我单纯以为他只是觉得你继续追白青羽是在浪费时间。现在呢？现在，我觉得他真是煞费苦心。如果我和苏威化不受伤，蛇山那个假正经没有跑路，其实你阿父给你选的受夫，完全可以保障你以后的生活。就算你以后混吃等死都没关系。凌霄，他对自己的孩子确实好的挑不出半点毛病。
你药熬好之后，记得把雾灼弄好的鱼烤了。我去上次的地方看看，能不能再挖些土豆或者其他能吃的东西。你如果再找到土豆，要不先留着育种。之前的竹笋和青菜，你看，其实凑合一下都可以吃。我也是这么想的。你的土豆都是在哪里找到的？沿着这条青石河一直往东走，溪水会汇入一条很宽的河流，土豆就是在那里找到的。原来如此。怎么？没什么，一会儿去挖药材之前，你先带我去看看。可以。没想到他竟然会画地图。你这是地图？怎么，我这怎么就不是地图了？河流是河流，土地是土地，画的很有灵魂的好吧？灵魂？你这是河？你敢不敢摸着良心再说一遍？你这是在浪费家里的兽皮！我这辈子就没见过你这么抽象的绘图师。什么是绘图师？别管什么是绘图师，你给我看好了，地图是这样画的。虽然暂时还看不懂，但已经能分辨。你好好学，你狩猎能力比不过我，但像绘画、做笔记这种小事，你总得做好吧？不然你想让药奴部落并入石林的梦想，可就真的遥遥无期了。知道了。只是隔了1-2天，这些土豆就已经开始发芽了，不能吃，只能拿来做种植了。为什么不能吃啊？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了什么？生土豆不能吃，发芽的土豆更不能吃。恩姐，不至于吧？以前发臭的肉我都吃过，这不过就是个长芽的小地蛙。我看你是皮痒了，好话你是听不进去，揍你一顿你就舒服了是吧？不，我听你的，以后坚决不吃生土豆，发芽的土豆也不会碰。这还差不多。可是恩姐，以前我们饿狠了，什么东西没吃过？坏掉的肉，冻硬的兽骨旁边剩下的碎肉，一个长芽的小地蛋，怎么会比那些还危险？因为有些东西不是看上去坏了才危险。这种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尤其是发芽变绿的位置，毒性会更强。所以，长芽的小地攒是会骗人的坏蛋？唉，这么理解也行。你刚刚是骗吴卓的，还是？我说的是真的，你难道没有注意过吗？我之前拿给你做饭让你削皮的土豆都没有出芽。确实没有，我还以为这点芽不影响食用。你看看乌卓，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不敢把土豆拿给部落其他人试吃。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土豆发芽期，我怕他们趁着我没注意挖到发芽土豆，然后直接吃进肚子，到时候整个部落的人集体中毒，巫医怕是真的会杀了我的心都有。如果你的土豆真的能种出来，以后推广种植的时候，确实需要告诉所有兽人，发芽土豆不能吃。我自然有我的考虑，到时候需要大量人手统一种植，我会从头到尾全部讲一遍。时间不早了，带我们去你找药草的地方看看吧。你带我辨认一遍，之后你可以先走，我带着雾卓挖药草，天黑之前会回去。这种叶片边缘你先受着伤，
如果遇上危险，就让雾卓带着你跑，别想着用你那点没完全恢复的异能拖时间。草药顾不上就算了，这种东西可以再挖，你的命更重要。你在担心我？真看不出来，咱们凌少组长还能这么贴心。你的嘴早晚有一天会捅出大篓子。兴许吧，但就算捅出篓子，这不是还有七主你给我担着吗？滚！竟然当着没成年兽崽的面打情骂俏，没有分寸的死狐狸，无时无刻不在勾引我恩姐。幸亏我姐心如磐石，早早认定了白青羽，换谁来也没用。如果不是组长亲自认了这只狐狸给大姐大做寿夫，高低得拿家里的叉子连夜把这个浪得没边的狐狸精插出部落。七主，这些也带上吧，路上可以吃。那边的猎物要不要先处理一下？烤好以后带一点路上吃？不用，那些是留给你们的。等下你把皮剥下来，顺便放血，晚上你们自己烤，记得给阿父多留一点，按照我以前的方法做就行。所以，七主是打算一个人去迷雾沼泽吗？我自己去就行。我走了。林组长，我与凌少组主约好同去迷雾沼泽，不知他可起身了？你真的和恩恩商量好了吗？可是恩恩昨天下午就出发了。您说他已经走了？他与谁同行的？他一个人。林组长放心，我会帮他。组长，你在看什么啊？最近我出去狩猎的时候，白青羽有来过我们家吗？来过，当时帮少组长和雾卓把胡明兽给带回来了，应该是狩猎的时候碰上的。组长，干嘛这么看我？你现在可是恩恩的受夫，你不觉你对我和恩恩的称呼有什么问题吗？父。你先做饭，我去看看小鱼那房子建得怎么样了。